为了讲清楚这个茉莉冬季的问题，我又开始霍霍花了啊！这是我做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测试，解决咱们茉莉冬季容易出现的问题啊。茉莉徒长、茉莉枯枝、茉莉干叶、茉莉黄叶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。上边的4颗啊是我避光养护的，那么下边的3颗是正常给光养护的。这边2颗是又避光又寒冷的一个位置。咱们先对比一下根系啊，根系生长的是吧？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。那么这颗根系长得比较猛的啊，咱们可以忽略这个根系啊。这不知道是谁啊，把这个微生物给我撒一面，是吧？这个根系长得过猛了。我的本意是啊，咱们根系生长相差不多的情况，测试一下环境对叶片的影响。咱们立起来整体对比一下叶片啊，光线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啊，那么这3颗啊，是吧？明显比光线不好的这个叶片要绿啊。那么我放近一些，大家明显的可以感觉到，是吧？有阳光的叶片比较绿，没有阳光的叶片比较黄啊。很多人说，哎，我那茉莉怎么的呢？这个一到冬天叶片咔嚓黄啊，是不是缺什么肥了？咱们需要先排查光照的问题。那么这个茉莉啊，它是喜欢强光、喜欢长时间阳光照射的一个植物啊。那么冬天啊，有效的日照时间比较短。现在这个季节，冬天啊，可能早晨10点以后到下午2点之前，这个光照对茉莉来说是一个有效的、比较好的一个光照。那么夏天呢，可能是早晨8点到晚上6点之前，是吧？它光照时长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冬季光线比较弱啊，这个咱们改变不了，它可能光合作用不够导致的叶片黄叶。那么这种黄叶怎么解决，是吧？反过来，咱们有条件的给它增加光照，实在是没有条件的，你就让它缓一缓。你是开春以后温度可以了，咱们扔在外边增加光照也行。第二个问的多的就是什么？这个茉莉的一个徒长枝的一个问题啊。这茉莉某个枝条啊，或者整体性的这个枝条长得比较长啊。有人说，哎，我放在南阳台，阳光充足啊。刚才解释了啊，光照时长变短了。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？氮肥过多啊，氮肥过多。那么这种徒长的枝条啊，咱们可以从下边往上数3对叶片。给它咔嚓修剪就行啊，修剪这个伤口啊和这个芽点啊，稍微留个3到5厘米的一个距离，那避免伤口感染啊，影响整个枝条。那么这2颗啊，就咱们经常有人问的啊，这个茉莉，哎，我枯枝了是吧？枝条干枯了，我这个茉莉啊不长了是吧？它这个边上有芽点啊，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？看见了吗？小芽点，但是它不往外生长，有的枝条干枯。有的叶片干枯是吧？那么这个就是什么？光照弱。第二个就是温度低啊，这2点综合性的去排查。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长时间的缺过水是吧？底部的叶片夸夸夸往外干，中间的枝条干枯，然后猛的泡盆、猛的浇水，浇的特别足了以后，它就容易造成这种什么茎干腐烂啊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？品种的问题啊，一般出现这种问题比较严重的。就是咱们重生的这个重瓣茉莉，我这里有2颗重瓣茉莉啊，这颗就是我洗根的啊，中间全是咱们种沙拉火土的是吧？我给它洗根了啊。那么这一颗就是没有动根、没有开了土球的一个黄泥土种植的啊，这就是明显地栽挖出来的苗啊。这个你别扭曲我的意思啊，并不是说我让你买我的种沙拉火土去洗根，就是咱们换土的时候尽量梳理土球，让这个新根怎么样多长出来一点啊，它的抗性会强一些。是吧？这时候咱们要适当的进行控水了啊！你不能像以前那样茉莉吸水我天天浇啊，那不行啊！就是盆面土变色了，咱们再给它去浇水，维持它根系的一个活性就可以了啊！不要说我这个温度下让它爆盆啊，不能啊！咱们维持它的一个活性。那么开春以后这些芽点长出来了，咱们再提高浇水频率，增加光照，提高什么？提高施肥的使用量。这个季节室内低于15度啊，你不要像我似的去拔根啊！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